梅卡瓦主战坦克也要援助乌克兰了。近日呢，根据以色列媒体的报道，以色列国防部表示正在与2个国家进行出售梅卡瓦的高级谈判工作，而其中一个正是欧洲国家。网上有人猜测认为，一旦梅卡瓦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就有可能在不违反以色列中立立场的前提下，被欧洲国家援助给乌克兰。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接下来跟大兵一起来看一下。在上周，根据以色列时报的报道，以色列国际防务合作局局长亚库拉斯表示，目前正在与2个国家进行出售梅卡瓦主战坦克的谈判工作。虽然库拉斯并未透露这2个国家的名字，但却表示有一个是欧洲国家。而自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该系列坦克就成为了以色列的主战坦克，截至目前已经发展出了4代。其中呢，最新型的梅卡瓦4是在2003年推出的，已经取代了以军中大部分的3型。这次呢，根据报道的内容显示，如果未来获得了美国防部的同意，那么以色列就会在3个时间内向这2个国家出售约200辆的梅卡瓦坦克。只不过并不是最新型号的梅卡瓦4型，而是已经退役的2型和3型。联想到此前以色列从未对外出口过该系列坦克，因此网上有人猜测认为，一旦梅卡瓦被出口到其他国家，就有可能在不违背以色列中立立场的前提下，被间接援助给乌克兰。需要注意的是，相较于此前援助的其他主战坦克，梅卡瓦系列呢是更加注重防护性能。在设计方面采用了罕见的前置发动机布局，虽然有关这种布局，有分析人士认为可能会导致梅卡瓦前部装甲被打穿后，发动机受损，导致整辆坦克失去战斗力，但是这种设计呢，却能极大增强对于坦克车组成员的防护能力，进一步加强战场生存能力。举例来说，在此前以军参与的多场军事行动中，以军虽然利用俄制反坦克导弹击毁击伤过该系列坦克，但却没有多少车组成员阵亡。由此可见，梅卡瓦对车组成员的超强的保护性能。这一点呢，对于乌军来说是极为重要的。毕竟，相较于强力进攻性装备，如何确保乌军操作人员的安全性更加重要。此前呢，乌国防部副部长汉娜·马利亚尔曾展示了美制的布雷德利步兵战车被俄军冰雹火箭弹直接命中后的照片。按照操作该车的乌军第47机械化旅士兵们的说法，布雷德利在被火箭弹击中起火后，车内的车长、炮长以及搭载的步兵迅速撤离。期间呢，驾驶员还在引导下将该车开到了安全位置，扑灭了火势。事后呢，更是被送往了后方进行了修复。由此可见，防护性能对于乌军的重要性。毕竟，现今对于乌克兰来说，尽可能保存有生力量才是重中之重。此外呢，除了超强的防护性能之外，由于梅卡瓦的发动机位于前方，因此在坦克后方还有一个不大的载援舱，可以用来救援友邻车组站位和搭载步兵。同时，该载援舱还能用于装载更多的弹药、燃油、水和其他补给，以此为梅卡瓦提供更长时间的作战能力。不过，梅卡瓦2型和3型真的能满足乌军的需求吗？咱们接着往下看。其实，在上世纪60、70年代，以色列在设计梅卡瓦时呢，在借鉴了1967年的中东战争的经验后，就认为机动防护的意义不大，进而确立了以防护为基础、保护成员为中心的设计理念。因此，在研制该型坦克的初期，它的3大性能次序是防护、火力和机动性。紧接着，在1967年初，以色列开始了梅卡瓦的前期设计工作，并在1974年制造了首辆样车。1977年对外宣布，梅卡瓦主战坦克正处于研制阶段，准备批量生产。首批生产型梅卡瓦 MK1 型为40辆。次年10月份，梅卡瓦正式交付以色列部队，并在1982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进行了实战，创下了以微小的代价击毁了19辆叙利亚陆军苏制的 T-5455坦克的战绩，从此一战成名。但是以色列并没有停止前进的步伐，没过几年，又在1983年12月向以色列陆军交付了梅卡瓦 MK2 型。该型呢和 MK1 型相比有着以下改进：其一，增加了防护，除了继续采用 MK1 型的夹层式间隙装甲，在间隙中储存燃料的防护措施外， MK2 型还在发动机后面加装了一层50毫米厚的特种装甲隔板，用于提高坦克车体的正面防护性。
还在坦克发动机上方加有一个矩形铸钢盖板，它既是车体前上装甲的一部分，又可以作为起吊发动机和传动装置的吊车支架。打开盖板还可以方便维修发动机。坦克车体前上倾斜装甲板一直向上延伸，高出炮塔座圈，对炮塔和车体的结合部位有保护作用。其二呢，加装了复合装甲。Mk2 型的炮塔除了继续采用 Mk1 型的防护措施外，还在正面和侧面部位均使用了复合装甲，以增强炮塔的防护性，并在炮塔尾舱下面垂吊有铁链，作为对破甲弹的屏蔽措施。后来 Mk2D 型更是换用了更为先进、更厚的复合装甲。其三呢，防止殉爆。Mk2 型的所有炮弹，包括带发射弹，都存放在有隔离衬层的玻璃纤维储弹筒内。储弹筒有一定的防弹能力，就算坦克装甲被击穿，炮弹也不会轻易被弹片击中。同时，储弹筒还有一定的隔热能力，就算车内着火形成高温，储弹筒内的炮弹短时间内也不会自爆。其四，加装迫击炮。以色列设计师在 Mk2 型的炮塔左边装有一门可以从车内装弹和射击的60毫米迫击炮，最远射程可以达到5000米，能够发射榴弹，杀伤软性目标，也可以发射烟幕弹和照明弹。其五，改进火攻系统。梅卡瓦 Mk2 型使用了改进后的斗牛式 Mk2 型火攻系统，与斗牛式 Mk1 型相比，改进之处包括用了乙铝石流石激光测距仪，替代了原先的铝玻璃激光测距仪，并采用了更先进的弹道计算机。战时，该火攻系统能够将相应俯仰角和提前角信息送入炮长瞄准镜。该镜的反射镜可以做俯仰运动，放大倍率为8倍；车长瞄准镜为周视式，带有可变焦距镜头，放大倍率为4倍和20倍。此外呢，在梅卡瓦 Mk2A 型，车长还配备有一个额外的微光夜间瞄准镜，炮长呢则是有一个夜间射击使用的热成像瞄准镜。该瞄准镜与昼间瞄准镜结合成一体，与火炮相连接。同时，车长有一个监视器，可以显示炮长热成像瞄准镜上的热像。另外呢，在 Mk2B 型中还装有一个更先进的数字式计算机，一个气象中心装置和一个侧倾自动修正仪。气象中心装置呢，包括了恒风、气温、气压等传感器，可以为火炮提供较为完整的射击修正参数。借助射击门装置进行射击，能大幅提高该坦克的行进间射击能力。综上所述，梅卡瓦 Mk2 型的性能就算是放到现在，也毫不逊色于俄军的 T64、T72 坦克。那么，既然 Mk2 型都这么强了，梅卡瓦 Mk3 型岂不是要比拟 T90 了？别急，咱们接着往下看。其实梅卡瓦2型和3型的服役时间并没有差太多。在2型在1978年服役之后呢，梅卡瓦 Mk3 型便在1987年服役了。该型坦克在外观上与前两种型号并无太大差别，但是其内部几乎每个主要部件都是新研制的，几乎将整个坦克的火力、机动以及防护性能翻了1倍。首先呢，与前两种 Mk1 型和 Mk2 型相比， Mk3 型呢是再次改进了防护系统，使用了更多更先进的复合装甲，尤其是在炮塔设计中，采用了可以更换的模块式复合装甲，这种装甲模块还能被后期更先进的复合装甲模块所替代。炮塔呢也不再是双层间隙钢板装甲的设计，而是改成了单层壳体结构。这种单层壳体既是机体钢装甲，又是炮塔正面和两侧安装复合装甲模块的机体。复合装甲模块是一个个的钢装甲盒子，盒内装有复合装甲板组件，与炮塔机体相连接，用螺栓固定。同时，突出炮塔座圈的车体外壁上、侧裙板以及前上装甲板上都采用了这种模块装甲。此外，为了尽量减小燃料着火的危险性， Mk3 型的2个后部燃料箱在遭到攻击小面积破损时，能够迅速地将燃料排掉。如果碰到大面积破损时，还可以从顶部将燃料排掉。车体底板的夹层中不再储存燃油，但2层板的间隙对衰减地雷爆炸冲击波极为有利。底夹板的加厚也提高了防地雷能力。3防装置位置呢也移向了炮塔尾舱，蓄电池则是位于炮塔座圈以外，从而达到易维修和增强侧面防护的双重目的。
然后就是再次改进了火控系统。Mk3 型装备了斗牛式 Mk3 型火控系统，主要是改进了新型炮长瞄准镜，有12倍的放大倍率，能进行独立双向稳定，安装了更先进的激光测距仪，备有昼夜观察通道。该镜呢，连同弹道计算机和一套传感器构成了指挥仪火控系统，不仅能简化目标捕捉进程，还可以提高行进间的命中率。此外 ，Mk3 型还装有阿姆克拉姆公司研制的先进威胁报警系统，3个广角探测器分别在炮塔后部两侧和火炮防盾上，可以全方位的探测，并将威胁预警显示在车长屏幕上，最大程度地提高了该型坦克的战场生存能力。紧接着，最重要的是梅卡瓦 Mk3 型的主炮由原先的105毫米的线膛炮改为了一门120毫米滑膛炮。该炮由德国莱茵金属公司研制，能发射美国的 M1和德国豹2坦克的炮弹，大幅提高了 Mk3 型的火力，使其就算是对上俄军的 T90 也毫不逊色。至于动力装置方面， Mk3 型换装了一台 AVDS 1790 9AR 型风冷柴油机，算是之前2种型号坦克发动机的改进型，功率由原来的900马力增加到了1200马力，最快时速能达到60公里每小时。需要注意的是，该型坦克的 Mk3 BAZ 型和 D 型，前者呢还在 Mk3B 型的基础上安装了骑士 Mk3 先进火控系统。该系统中的目标自动跟踪仪赋予了坦克在运动中攻击运动目标的能力，并极大提高了动能弹的防御能力。而后者则是在 Mk3 BAZ 型的基础上，用附加的复合装甲增强了底盘和炮塔的装甲防护水平，算是梅卡瓦 Mk3 型的最强型号了。如果未来援乌的 Mk3 型是这2种型号的话，那么乌军驾驶他们正面硬刚俄军的 T90M 也是不在话下。那么如果未来梅卡瓦 Mk2 和 Mk3 型真的能够到来，对乌军又有哪些帮助呢？首先，如果从现今俄乌战场上主要是以步坦协同作战、远程火力实施支援为主的战术形式来说，梅卡瓦主战坦克所能发挥的作用会很大。毕竟俄乌战争至今，无论是乌军还是俄军，其实呢都是将坦克作为一种越野性能好且能快速机动的防护火力支援车来使用的。而梅卡瓦2型和3型的105毫米线膛炮和120毫米的滑膛炮都能胜任这一使命，再加上该型坦克自身超强的防护性能，充当这一角色是再合适不过了。其次，梅卡瓦附带载援舱这一设计也非常适合目前乌军装甲部队的需求，能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乌军对于装甲人员输送车或者步战车的依赖，进而避免一旦遭到俄军袭击，多辆坦克战车挤成一团，最后被悉数歼灭的情况发生。只不过大兵比较担忧的是，面对实际的乌克兰战场环境，梅卡瓦可能会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要知道，目前乌东部平原地区的战场大多是以农田为主，表层土壤松软，粘性大，再加上乌克兰逐渐进入到雨季，会极大削弱坦克的机动性，梅卡瓦很有可能陷入到泥泞之中，进而影响战斗能力的发挥。举例来说，在去年，当俄乌战事进入到春季的土地翻江期之后，就曾对俄军装甲部队的作战行动造成了相当大的麻烦。另一方面呢，乌军还需要解决如何面对空中、超低空、地面甚至地下各个方向上五花八门的各类俄军反坦克武器的威胁。然而最近呢，俄军也开始大量的使用各式自杀式无人机来对乌军坦克、装甲战车甚至人员进行精确杀伤。当然，乌军对于以上攻击方式呢也非常熟悉，因此这是俄乌双方装甲部队需要考虑的问题。总结来说，未来随着梅卡瓦主战坦克的到来，必然能再次加强乌军的作战和生存能力，进一步加大俄军防御的压力。当然了，想要发挥该系列坦克的全部战力，乌军也需要解决以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么大家认为该系列坦克相较于此前援乌的北约坦克谁更优秀呢？欢迎在评论区内留言讨论。如果视频中有出错的地方，也欢迎各位指正。今天的视频到此结束，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咱们下期再见。